今天我们讲一下机器人的 Modbus TCP 通信。本节课我们主要讲解机器人作为服务端与外部的设备进行通信。首先我们新建一个程序文件，然后找到 Modbus 模块，然后选择 TCP/IP， 选择从站，然后从站的 IP 地址就是机器人的 IP 地址168.58.2，端口号502，ID 可以为1，然后我们添加创建主站、关闭主站的指令，然后我们添加一个读线圈和写线圈的指令。我们先添加一个写线圈，然后寄存地址为0，圈数量为2，两个寄存地址分别是设为1，添加写线圈，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个读线圈。然后我们切换到编辑模式，然后首先判断一下返回值。从站建立通信的返回值 error 如果等于0，则认为创建成功；如果不等于0，则创建失败。创建失败的话，我们需要关闭这个建立的通道。创建成功的话，我们先写线圈，然后我们读取线圈的值，我们先加一个循环语句。然后添加读取的返回值是一个 table 类型的数组，那我们首先需要定义一下。那我们监控一下返回的值。我们的类型是 number， 然后是 VRE。读完之后，我们可以等待一小会儿。OK， 我们保存一下程序。机器人作为服务端，首先我们需要先启动机器人的程序。然后我们通过Modbus 助手来模拟主站跟机器人从站进行通信。我们首先点击链接，选择 TCP/IP 协议，然后 IP 地址就是我们机器人的 IP， 端口号是502，然后点击 OK。OK， 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我们线圈的地址01的值是1，那我们可以通过读线圈的指令来查看一下。我们选择 read course， 那我们这里就可以读到我们机器人写线圈的值是11。那我们可以修改线圈的值，通过主站
然后我们选为 off， 那这回我们就设置为0，那对应的机器人端的这个线圈的值就已经被修改为0。我们再改一下第二个的值为 off， 那这时候我们的这个总站的这个寄存器地址1的线圈值被设置为0。OK， 下面我们讲一下其他的指令的通信。找到主从站，然后我们下面讲一下这个离散量的读写指令。首先，我设置下从站 ID 寄存器地址0，然后寄存器的数量为 d 乘3，然后我们写入的值是1，然后读取离散量，然后我们应用一下。那我们切到编辑模式，我们可以将读取放到下面。那我们现在读取的数量是3个，那么我们还需要增加一个变量。保存一下程序，然后我们运行程序，然后与服务端建立链接，然后我们选择的类型是离散量，那么读取离散量，选择 OK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读到服务端机器人端写的离散量的值101，对应的这边的监控是1011。那对于离散量，对于主站来说，它是只能读不能修改的。OK， 我们下面继续讲下一条指令。选择 Modbus TCP 从站，然后我们下面讲一下读取输入寄存器的指令，读写输入寄存器。首先我们选从站 ID 数量3寄存器。类型我们可以选择 uint16， 寄存器默认的这个类型是 uint16型的。我写入寄存器，然后读取输入寄存器。应用，然后我们切换到编辑模式，首先是设置一下输入寄存器，然后读取输入寄存器的值。OK， 我们保存，运行一下程序。我们通过
主站与它链接，然后我们选择读取输入继承器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主站就可以读到总站刚刚设置的值，分别为12、34、56，对应的是12、34、56。同样的，输入继承器对于主站来说是只能读不能写。OK， 下面我们讲一下保持继承器。选择重站，地址、数量、继承器的值1、2、3，写入，然后读取，应用，切入到编辑模式，然后接受一下返回的数据。这个类型我们刚刚可能漏选了，我们选择 uint16。OK， 保存一下，然后我们运行程序，通过主站与它连接，选择是保持继承器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读到机器人在保持继承器写入的值1233，1233。那保持继承器的值我们是可以修改的，我们可以修改为23，这样的话就会相应的修改33、15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保持继承器的值就可以修改成功了。OK， 本节课关于 Modbus TCP 的这个通信的讲解，我们就已经结束了。大家可以基于这些基础的编程的框架，然后实现机器人与外部的一些设备的交互逻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